起了。你又开玩笑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还不快去？总之，夫人有什么事，不要压在心里，否则为夫可要心疼的。夫君。 去吧。李当真不记得，赵默笙在来万江的第2天就突发疾病，死掉了吗？死掉了。来来来，西域的葡萄美酒，生制壮牛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喂，客官你又来啦！哎，里边请，里面有好酒好菜伺候着，里边请，照顾好了啊！哟，这位客官，一看您就是有口福之人。今天咱们店里特供西域葡萄酒，仅此1天，不要错过哦。客官里头请。 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要想让咱们店生意兴隆啊，你就得把我给供起来。要给你好吃的，好喝的，对，再给你烧点纸。这就不用了吧？你也不好好看看，你一看就是个女人。早看出来了，这女人有故事啊。看什么看？干活去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想不想混了？ 这位公子想吃点什么？我倒不想吃什么，请问萨摩多罗先生可在此地？萨摩多罗的18种使用方式，价钱都标在菜单上了。快走啊！这位公子，找我何事啊？久闻萨摩多罗先生盛名，恳请先生一施援手。你不会是找我查案子的吧？正是。哼，我可是很贵的哦。很公道。那我都菜买了。 这个你放心，若能查出真相，在下必定重谢先生。好，我接了。不过你还没有说是什么案子。此处人多口杂，还请先生一步。今日未时，请来西苑亭一趟，个中原委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默笙，是我，是你的娘子冷若。胡说！我不会这样古怪。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，否则我杀了你！真的是我。当初你决定试试，我为你缝制的香袋，上面的字“勿忘初心”，是我亲手绣上去的。 真的是你，冷若，你怎么会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记得张夫人吗？就是张县令的夫人。我们来长安的路上，暂住过他们家。记得，记得。怎么了？
前几日我在街上遇见他，恍惚记起在张府发生的事。什么事啊？我好像记得，你当时大病一场，然后怎么了？然后就死掉了。怎么了？你一定是做噩梦了。不是的，见到他之后，记忆越发真实，让人不得不信。我记得当时借住在张府，我是病得很厉害，你十分担心，还因此连续高烧了3天。所以啊，脑袋可能不太清楚，才把噩梦当成了现实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是这样吗？当然是的，你想多了。难道说，在你面前的我，还能是鬼不成？哪有说自己是鬼的？就是。好了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已经不早了。我明早还要上朝呢。啊。死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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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会对一个女人下毒手啊？张夫人的丈夫张先林，前几日刚因为卖官案被问斩。我觉得80%是因为张夫人知道些内幕要灭口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得查出来。死者是一刀毙命，从血的凝结程度可以推断出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3个时辰前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张夫人是自杀。你怎么知道她是自杀呢？门栓是好的，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不对，张夫人不是自杀。门栓是好的，也可能是张夫人给这个凶手开了门。啊？他傻呀？你傻呀？张夫人怎么会知道来人是要杀她的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这人肯定是他的老相识。不可能，张夫人正因为在长安没有旧识，所以才住的客栈。张夫人也以为她没有相识的人，可是这个认识她的人却主动找上她来了。你们看，张夫人是一个人住，你们再看桌子，这个桌子上虽然只有1个水杯，却有2滩水渍。一个人喝2杯茶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张夫人认识凶手，还亲自款待了他。这个凶手一定是趁张夫人不备的时候一刀杀了他，再把刀放在他手上，假扮成自杀的样子。那你这也太武断了吧？没准大概可能他想晾茶，晾了2杯呢，人家想晾3杯没那手，是吧，老大？应该是他杀。你们看，这应该是止咳药。如果他想要自杀，还买药做什么？小二，昨天晚上有谁来找过张夫人吗？这楼下就是餐馆，楼上就是旅店，这人来人往的，两个都凑在一起呢，冷若也不孝，也不知回乡看看公公婆婆，连封家书都没写过。赵老头啊，真是白疼他们了。您刚才是说周树？是啊，这老周家也就那么1个宝贝儿子，跟着孟生上了长安了，这一去就没回来。莫非周家就在这附近？啊，
过2条街，左拐，第一家大户就是周家。谢谢你啊，大娘。这样看来，冷若的信并没有到孟生父亲手里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的孟生一定是在试图掩盖些什么。怎么回事啊？一脸丧气。刚从礼部回来。哎，又有新案情了？孟生他不打算回去奔丧。啊？这可是他父母的。我也问过他，他只说要事缠身，陛下催得紧，实在脱不开身。什么事再重要，也比不过亲爹娘要紧。或许赵侍郎真的有某种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才多年不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这个案子我破了。怎么可能？开玩笑吧？哎，还真别瞧不起人啊。三炮，你说说看。我在集市上听说了一种强力曼陀罗，吃了以后找人做法移魂，给出暗示，就能让对方把做法人说的都当成真的。就是催眠嘛。你是说赵夫人被催眠了？子松，你当时认为张夫人不是凶手，那是因为你认为张夫人没有办法改变赵夫人的记忆。错，当然有办法，只要吃了这种药，睡了以后，人家做法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也太邪乎了吧！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一切免谈。张夫人的客栈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上哪去找证据？不过非要那么解释也能够解释通。当初我们在客栈搜出了一副止咳药，而其中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正是曼陀罗，这样就全通了。对，都通了。要不咱去药店再查一查？嗯，走吧。走，我也去。啊，这周树是谁啊？怎么可能？是周树。这周树，你认识？周树是我们镇上茶商家的公子，孟生的好朋友。当初他说想来长安玩，就跟我们一起来的长安。怎么还有一个人？你们到底几个人同行？3个，我肯定是3个。不会的，我不会为了周树而轻生的，不会的。冷若，不会的。冷若，冷若，冷若，你还记得周树是怎么死的吗？周树一直跟在孟生身边，我对他也不是十分上心，有时因为怕孟生会误会，我还刻意冷落周树，所以没太在意周树做什么。看来这里经常有人来祭拜。来都来了，还是验尸的好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砒霜中毒而死。你是说周树是被人毒死的？废话，难道自己没事儿吃砒霜解闷儿啊？干嘛呢？我可看着呢。别废话，回头请你喝酒。这墓地好奇怪啊，不是说是米商家的少爷吗？怎么会这么寒碜？连我都看不下去。玉佩就不错了，
知足吧你。医生，这个我们喝一杯。这个周树坟前有人祭奠，肯定有人知道内情，会是谁呢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不是亲人就是朋友了。孟生的死，他父母知道吗？当时身在异乡，应该写信告诉他父母了。应该。你不知道这件事？孟生死的那3天，我过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基本上什么也没干，只是病着，哪里还想着这些事情？应该是周树或张夫人代劳了。我想知道，儿子死而复生，他父母可知情？来长安后不久，我的老父亲就过世了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孟生也没再让我回去过。我与赵家也只是书信上的往来。孟生一直忙于公务，很少回家，通常只是差人送些衣帛米面。有时空闲，会独自回老家看望父母一阵子，回来跟我讲讲家乡趣闻。这么说来，孟生应该是故意回避你回家吧？那这也太可疑了吧！明天我们去赵侍郎老家一趟。冷若，你告诉我们地址就好了，毕竟你还怀有身孕。阿爹根本不会种下那些树。如果你真是赵孟生，怎么可能对自家门前的花木不服呢？还有，三炮打听到了一种名为移魂的法术。移魂，也就是深度催眠。嫂夫人的确被移魂过，不过并不是张夫人，而是周树。周树与赵孟生、冷若从小一起长大，恐怕早就倾心于冷若。只可惜冷若只对赵孟生上心，担心赵孟生误会，刻意冷落周树。由于是好友，周树只能把这个心思烂在肚子里。赵孟生考取进士后，周树以云游四海为由，一同奔赴长安，借机在途中毒死了赵孟生。之后，周树托人将冷若移魂，把冷若的记忆修改，让他把周树和赵孟生的身份进行兑换。你是说，孟生是被毒死的，不是偶遇风寒吗？我根本没听过什么移魂术，你们宁愿相信一个江湖传言，也不相信我这个人吗？你知道，我从来不会空口无凭指证一个人。舒儿，舒儿是你吗？是我的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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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，舒儿？舒儿，你过得好吗？你都不说回家看看呢，舒儿。你知道爹娘是多么想你呀，舒儿，你说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爹？爹，舒儿不孝，舒儿不孝，舒儿无时不刻不在挂念着爹娘，但舒儿现在没法回头了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团聚了，现在我们终于团聚了。那日在州府，多亏令尊的一句话，才得以让真相浮出水面。你看一下，这里边可有周树啊？哎，这就是我的舒儿。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我便觉得有些奇怪。这幅画上冷若坐在最左边，按常理，冷若与孟生两小无猜，孟生应该坐在他旁边，可事实却是周树坐在他的旁边。你们不觉得很可疑吗？我们都知道周树是周家公子，穿戴定比孟生好上几倍，而画上的孟生腰间玉佩反而比周树的还要大，还要气派。这只能说明中间的这位根本不是周树，而是孟生。
你因为担心露出破绽，不敢回乡，只能通过寄钱的方式弥补心中的愧疚。让死去的好友担着不孝的罪名，恐怕你也并不好过吧？你还不惜把陌生的墓碑换成自己的名字，再也不踏进家门。舒儿，快叫大夫！是，快搜查凶犯！是，都回避。舒儿。 梦生，梦生，父亲，冷若，我不是你的父亲。赵鹏生在世，我好后悔。 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，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真傻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我刻意回避你，是因为我对你有好感。你得活下去。 我要你活下去，我和你一起赎罪。夫君，我求求你活下去好不好？你不要把我和孩子孤零零的留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求求你活下去好不好？ 终于可以作为周叔跟你说话了。你和灵儿一定要活下去，答应我，答应我。夫君，夫君。 父亲，父亲。